我知道我以前也不是一个好媳妇儿，但我现在有了自己的孩子，我就明白了当妈的感受。您别跟我计较啊。哪呀，孩子，我一直就跟曲和说，能娶到你是我们曲和最大的福分，就是不知道我们曲和还有没有继续当这孩子爸的福气啊？那个曲和，其实我今天来还有一件事儿，你看看这个，这是美国圣路易交响乐团大提琴首席的考试通知。其实很早以前我就听朋友们说起这事儿，然后我就把你的资料和 tape 给送了过去。之前他们一直没有回音，所以我也就一直没跟你说。再加上，我们之前不也是在闹离婚吗？这他们昨天通知说你进入了他们的初选名单，通知你现在去美国现场考试。真的上美国去啊？啊，哎呦，曲和，这次你可想好了啊，你不能再错过机会了。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我爸他还没那么大的本事，而且在美国，人家根本也不会在意这些裙带关系。相信我，这绝对是你应得的。至于去还是不去，你自己决定。谢谢你，崔阳。你好，来找曲和吗？阿姨要走了，所以我想过去送送她。下白路，能谈谈吗？怀孩子挺辛苦的吧？还好，就是有挺多事儿都需要适应的。如果有什么需要，你可以问我。我生过孩子，比较有经验。谢谢。你爱曲和吗？曲和和我说，他很爱你。对不起，崔阳，你别误会，我并不是来兴师问罪的。再说，我现在也没那个资格。你们不是快要复婚了吗？我们俩都清楚，其实这样的婚姻对我们来讲毫无意义。怎么会呢？曲和心里其实一直都还是爱着你的，他不仅仅是因为孩子。我们不说这个了。其实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。曲和收到了美国圣路易交响乐团的考试通知。真的？所以我想请你帮我劝劝他，因为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机会。虽然曲和跟我讲，他说他在幼儿园也觉得很满足，但是我从他的眼神里，真的看不到以前的那种光彩，那是只有在舞台中央才会有的光彩。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，那种光彩，我也见过。就在他考北交的时候，我看见他一个人在舞台上，整个人焕发出的那种魅力，是生活中我从来没见过的。那个时候我就在想，我有这样的朋友，真是骄傲。这些年，因为我跟曲和之间的问题，
还有我们家的事儿，也确实都让曲和内心一直都挺纠结的。但是我一直相信，以曲和的才华，他真的不应该仅仅是他今天这样的成绩。所以我之前就偷偷的给他在美国报了乐团。当然，我也有自己的私心，我希望他能够到美国来跟我在一起。但其实，我更希望曲和能够找到一个属于他自己的、一个更好的舞台。所以夏白露，我希望你能够劝劝他。你的这些想法，你之前跟他说过吗？我们俩婚后总是聚少离多的，就算短暂的相聚，也总是在争论到底我是怎么想的，到底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国。现在想一想，就算争赢了又怎么样呢？我不也是输了他吗？许和之前跟我说过，他说他最大的痛苦就在于，他所有的生活都被别人规定好了。你很爱他，所以想为他安排一切。他也很爱你，也很想照顾你，可他却觉得无能为力。你们彼此相爱，只是沟通不对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你们当初为什么要结婚？为什么要在一起？我想我们俩也确实是都忘了，当初我们是因为爱才在一起的。这里面确实我有很大的责任，是我太自私了。不过也正因为我确实是深爱着曲和，我才会用我自己的方式去为他安排所有的一切。可我没想到，恰恰是这种方式，才让曲和失去了自由。我真的谢谢你，是你让我明白了这些。我也确实应该好好想一想，我们俩之后应该面对的事情。曲和的事儿，就拜托你了。我会尽力的。谢谢你。喂，不好意思，我临时有点事儿，不能去送你妈妈了。帮我跟她说声对不起。没关系，我会告诉他的。没事了，那就这样吧，再见。再见。哎呦，老婆！哎呀，老婆，你可回来了！来来来，快介绍一下。哎，那个，这是我爱人。警察同志，出什么事儿了？是你把孩子锁在房间里了？啊，怎么了？赶紧打开。啊，现在开始询问，就是你报的警吗？嗯。
就是他们两个绑架的您？不是绑架，我是他亲妈，我是让他在家好好复习功课。哎，胡闹！你这是扰乱社会治安、报假案，占用警力资源，知道吗？哎呦，警察同志，你可别生气啊，他还小，不知道这么严重，不知轻重。孩子不懂，你们大人就不懂吗？家庭矛盾就不能耐心疏导，非要来硬的。对，你明明的对，我回头好好教育他们啊。你早干什么去了？你老婆孩子闹成这样，你也不管管？我的错，我们改啊！我告诉你们一家三口啊，这次幸亏没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，对你们进行批评教育，以后一定要接受经验教训，知道吗？是，要不坐那儿喝口水吧？不用了，你们在这签个字，我们就走了。哎，好。下次注意点啊！哎，好。哎，那你慢走啊，慢点走啊。找死啊你！你还报警？哎呦，怎么报警？警察刚走就给我打伤了啊！干啥呢你？儿子，弄他这么大动静，你看不让别人看你多笑话呀？什么你也干不了，叫你看见人你都看不了，能干什么呀？窝囊废，气死我了！怎么又来了你？什么？他认罪了？你小点声，你先坐下。不是，那你让我见见他吧。不行，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我们这有规定，拘留期间不让探视。刘警官，看在咱们认识这么多年的份上，你就让我见见他吧，10分钟就行，不用5分钟也成啊。1分钟都不行，看在咱们认识这么多年的份上，你就别为难我了，你这不是让我犯错误吗？那他除了认罪，他还说了别的什么吗？别的，哦，对了，他说了，做错了就要认，这样才能长记性，以后才能不犯这样错误，才能不让身边的人每天提心吊胆活着，才能不让自己喜欢和在乎的人受罪。我能告诉你的就只有这么多了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他怎么还想着下白路啊？刘警官，那你们打算怎么处置他呀？这个你得问法院，案子已经排期审理了，就这几天的事儿。那你跟他说，我一定会帮他找一个好的律师的。你说晚了，他说了不要律师，法院怎么判他都接受。洪忠啊，你说我就够傻的了，你怎么比我还傻呀？喂，妈，我已经到家了。您在火车上睡觉注意一点啊，别感冒了。放心吧，我知道。好的，妈再见。谁啊？我苏一佩。佩姐，你怎么来了？快，里面请。你在家还真的是挺悠闲的呀，小白鹿。怎么了？洪忠出事儿了。出什么事儿了？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他说他想做个敢做敢当的男人，他不希望身边的人整天为他提心吊胆的，他要给你和彤彤安稳的日子。夏白鹿，他这是在惩罚他自己呀。他怎么这么傻呀？那他现在怎么了？不知道，要等法院判下来以后才会知道。
洪忠他本来不想让我告诉你，他就是害怕你知道了，会以为是因为你的原因害他进了监狱。他甚至要让我和他一起演戏来骗你，他就是希望你对他失望，这样就算是他进了监狱，你最起码也不至于看起来这么难过。洪忠就是这么个人，无论做什么事情，第一时间想到的都是要保护你。他怎么这么傻呀？就算是他要惩罚自己，也不应该用这种方式呀。我今天告诉你这些，就是觉着洪忠太委屈了。我不管他以后要不要找我算账，我今天都是要告诉你的。反正我这话也说到这儿了，该怎么做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帮我照顾儿子，我出去一趟。彤彤，妈妈出去一趟。我只希望以后我们的日子是平安顺利的。我不希望再有任何不愉快，但是我觉得这种简单的幸福不是你能给我的，所以我们就做好朋友吧。徐老师，祝愿你在未来的日子幸福。你北京人生地不熟，你去哪儿找啊？北京有人民警察，如果你儿子真被人拐走了，警察比你自己找好使。喂，刘警官，我有个事儿想请你帮个忙。你得谢谢我，今儿要没我，你就上今儿晚上的晚间新闻了，你知道吗？外地女子寻子不成，跳天桥身亡。好好谢谢我吧你。找孩子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。我就算给你1个月，你能担保你能找着孩子吗？你必须在北京有工作，把自己弄踏实了，你才有能力找孩子。服务行业拼的就是服务和态度。你说你什么服务什么态度？进来这不成那也不成，那怎么成？伸手就想吃饭吗？你是拆呀，还是不拆呀？昌平在哪儿你知道吗？你骑车去，后半夜才能到。下白路，下白路。好好给你找份工作，你不说一句话就走了，怎么着？嫌我洪忠给你找工作不够好？我长那么大没遇到这么丢面子事儿，你狗咬你狗逼！还有什么地方是你的地盘？请你告诉我，我可以躲着点。只要你在北京，哪儿我都能堵着你。打！我卖出名怎么的？我觉得你丢孩子跟我有点关系。今天这个，咱们两清。以后你爱干嘛干嘛，我可不管了。苏一佩，你烦不烦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别以为我心里没数。差不多行了。我说话你听不明白啊？你听不明白啊？你干什么呀？我告诉你，以后这叫我停车场，我他妈爱怎么着怎么着。糖对止疼特管用。我妹小时候淘气受伤的时候，一吃糖就好，打针都不怕呢。你抽着奖是你运气好，你今天抽到这奖以后，运气会越来越好。我喜欢你。我说，就喜欢从你手机怎么搞音乐？怎么会让你啊？不都希望文艺女青年吗？狗嘴里吐出象牙，狗嘴里能吐出象牙？只要孩子在北京，咱一定能找着孩子。你能不能把我当成你北京的朋友？有事告诉我，帮你。我的女人要什么我就给她什么，我一定会做一个有责任心的男人。真的下来，你相信我，我是个有责任心的男人。为了你，我什么都愿意做，你知道吗？
我不管你在别人眼睛里面是什么，是个笑话也好，是个丑小鸭也好，你在我眼里就是公主。我愿意对你做出一切，我喜欢你，我爱你，夏白露。这钱你拿去干什么？我不会再追问你，因为我知道你不是被逼到无路可走就不会来找我。你不要找彤彤吗？行啊，我陪你找，走到哪儿我都陪你，行不行？我等你喜欢我好吗？抢不回来彤彤，我跟你姓。我不需要你谢谢我，不需要你感激我，你懂的。我做这些为什么？为你，我什么事都能做。我不需要你说一定要喜欢我，但我希望你给我一句真心话，给我个机会呗。彤彤，我给你当爸爸呗。这么好的后爸爸，过这村可没这店了。别再说了，行吗？算我求你了。朝南3居室当中的次卧，12平米，家具家电一应俱全，24小时热水，还有保安，保证安全可靠。最重要的是，房东人特别好。有家人的地方请有家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和彤彤在北京有什么事情，随时来找我，随叫随到。我愿意做你的家人。我知道我有很多缺点，很多坏毛病，这些缺点和坏毛病让你感觉到不踏实。我努力在改，我想给你安全感，我想你给我个机会，我会抓住它，我会好好对你和彤彤的，好不好？给我这个机会。能不能让我见见红忠？刚走一个又来一个，我真的不能让你们见红忠。能不能让我见见他？算我求你了，要不你让我跟他说一句话也行。你有什么话，我帮你带给他。那你就跟他说，不管法院怎么判，我都等他。陈小一，哎，你给我把他看好了啊，别再出什么事儿。晚上我早点回来接你的班啊。哎，警察不是说了吗？不能锁着孩子呀。我哪儿锁他了？你就是人肉锁，明白吗？你们不用锁着我，大不了我这辈子都不出门了，什么都不干了。你少吓唬我，好好给我在家待着，别再出什么幺蛾子你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该上班去了啊。你给我看好了啊。好了好了，你路上慢点啊。啊，知道了啊。怎么还不来呢？哦，来了。哎呦，曲老师，家宝爸爸，真不好意思啊，让你跑了啊。你别这么说，我早就应该来看看家宝的。他人呢？哦，在里屋呢。家宝啊，曲老师来了，快出来吧。你先坐啊。嗯，好。曲老师，家宝，我今天来呢是有2件事儿。第一件事，跟你道个歉，因为最近实在是太多琐事了，关心你比较少。那第2件事呢，就是要告诉你，有很多人都是考了3、4次才考上音乐学院的，所以不要气馁，知道吗？可是曲老师，我根本不想考音乐学院。曲老师，你听听，就这句话就能把他妈气死，你快帮我劝劝他吧啊！你别着急，让他把话说完。爸，你和我妈就那么想让我考音乐学院吗？你们是不知道现在的环境，就算我是天才，咱家现在的状况也走不了多远，更何况我不是。像我这样水平的人成千上万，我就是勉强考上了，但我也只是拿着一张文凭去找工作。你觉得这就是你们现在吃苦遭罪的结果吗？就算是一张文凭，那也比没有好啊。你妈最大的愿望就是想培养你成为一名音乐家，你可不能让她失望啊。我妈当年没实现的愿望，为什么要让我去实现？为什么我就不能实现我的梦想？哎呀，你这小好，来，咱们都坐下说。哎，来，家宝。那你的梦想是什么？出唱片当明星，
有什么不对的呢？没有什么不对的，当明星也是一种理想，但是你要明白，你是想做一时的流星，还是想做永恒的恒星？曲老师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你们都是在觉得我只是在做明星梦，可是这样有什么不对的呢？你们总不能说想当总统的人梦想就大一些，而想当小兵的人梦想就小吧？那天我站在考场中间，我觉得我并不属于那里。反而我在酒吧打工唱歌的那几天，让我更快乐，让我更喜欢音乐。曲老师，你不是跟我说过吗？没有了热爱，音乐就只是音符而已。宝宝，怎么和老师说话呢？没事，他说的挺对的。爸，你每天上夜班，我妈每天在医院伺候人，我们一家人连坐在一起吃顿饭都难。我一想到这些都是因为我就难受。我想早一天让你们卸下包袱，早一点过上好日子。我妈昨天告诉我一句话，她说，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，那样将来才不会后悔。现在我把这句话送给你，既然你已经选择要走这条路，那以后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和挫折，你都不能怪任何人，因为这是你自己的选择，明白吗？家宝爸爸，实在对不起，看来今天这个忙我是帮不上了。刚才家宝那番话你也听到了，我觉得他是发自肺腑的。我希望您和家宝妈妈也要明白一个道理：家宝已经长大了，他有自己的思想，有自己的理想。作为家长，我觉得不能一味的去打压。你们也应该学着去倾听家宝的心声。我希望您和他妈妈也能静下心来，好好想一想，家宝的人生是不是真的只能走你们选好的路？怎么办？只好给你打电话了。大家放心，红中物流肯定是要继续干下去的。怎么干呢？怎么干呢？怎么干下去？大家稍安勿躁。红中他只是暂时不在公司，但是公司的车还在，公司的客户也在，关键是你们都在，那公司怎么会倒呢？怎么干呢？怎么干？谁干？红中的官司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。你说我们耗不过去啊？你刚才也说了，红中的官司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，那没准过2天就没事了呢。要是有，红中物流之前就出过很多问题，不都挺过去了吗？为什么这次就挺不过去了呢？为什么这次你们就这么没信心了呢？谁呢？老陆那边都说了，红中这官司有的判了。你说红中不在了，谁开呀？他能开？你能开？还是你能开呀？你呀，谁说我哥有事了？再说了，就算我哥不在，还有我嫂子呢。是，红中不在，还有我呢。会干，学过吗？我是没干过，但是我可以跟你们学啊。我知道你们就是怕吃亏，但是你们想想，中哥物流在这儿立了这么多年，红中家里肯定是有积蓄的，只要你们愿意接着干，我保证绝不会亏待你们。还有，红中万一出事儿了，万一他真要判个1年半载，如果这公司真的干不下去了，我也会提前1个月告诉你们，并且给你们发2个月的工资作为你们的遣散费。这样总行了吧？如果你们还是不相信我，我可以把我的地址、电话，还有我儿子幼儿园的地址，我都告诉你们，我绝对跑不了的。这下你们该信我了吧？各位师傅，我知道大家出来挣点钱不容易，可是出来挣钱，总得凭着自己的良心吧。这些年来红中对你们怎么样，你们自己好好想想。如果他对你们不好，你们是不可能跟他干到现在的，对吗？不管怎么样，就当是咬咬牙，帮红中度过这个难关。
我是肯定不会走的。没错，我们两个肯定留下。夏姐，我们跟着你干，等钟哥回来。那你既然这么说了，反正我们是有活干就行，有钱赚，在哪儿干都干。有钱就行。好吧，我们相信你。行。我替洪忠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了。别担心了，安茹姐，谢谢你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喂，喂，你好，是夏白露吗？我是。我这里是开阳设计，之前资源人力部通知过你，你已经通过了我们的面试，请问你什么时候能来上班呢？谢谢啊，但是我已经找到工作了，真是不好意思，你们公司我就去不了了。那好吧。再次感谢。行了，那你一会儿记得。你干嘛呢？笑什么呀？哦，我在想，钟哥刚把车开回来的时候，当宝贝似的，放在车库谁也不让动。我还纳闷呢，好好车放在那儿不开，为什么呀？现在我才知道，这车是专门留给你的。如果他知道你终于开上这车了，指不定多高兴呢。你说这钟哥也真会挑，不管是挑车还是挑人。行了，别说了，等洪忠出来再说吧。我得赶紧走了，彤彤马上就要下课，记得把车开回去啊。我接的也比较突宝然，贝，让您难做了。妈妈又让你等了，真是不好意思。谢谢老师。我已经决定去美国参加圣路易的考试了，刚刚是在跟园长辞职。真的？你已经想通了？算是吧。前几天我去看了一下家宝，我才发现，我还比不上一个不到18岁小孩那么心胸开阔，连他都已经想明白，只要是自己真正喜欢的，就不会在乎别人怎么看待他的梦想。可我呢，还在斤斤计较什么是我的，什么又是别人给我的。和家宝比起来，他才是我老师。你能这么想，翠瑶一定很高兴吧？你跟她说了你的决定了吗？还没有。其实我妈走的那天，我有很重要的话要跟你说，可是你没有接电话。你想跟我说什么？你愿意等我吗？翠瑶是真心爱你的，我不会等你了。但我会衷心的祝福你和翠瑶幸福的在一起。真的。那天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正好苏一佩过来了。他跟我说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儿。那一刻，我突然明白，有一个人真的非常需要我，所以我会等他。是洪忠。如果那天的电话打通了，结果会不会不一样呢？人这一辈子总是会遇到很多分岔路口，向左或是向右，都会遇到不同的人、不同的事儿。也许我们就是在分岔路口
错过的那个人。儿子，哟，怎么还打坐呢？你不用白费力气了，我是不会投降的。儿子，在屋里闷着不好，要不陪老爸出去下盘棋去？我不下。要不咱们打个赌，你要是赢了我啊，我让你出去玩1天。你就不怕我妈收拾你？你能不能赢了我啊？赢了我再说。下就下。怎么是军旗啊？你忘了？你小时候特别爱玩军旗，我一下班你就缠着我陪你玩，忘了吗？军旗就军旗，来。哦，红的，看我的啊，黑的是我的啊。那个家宝啊，我记得你小的时候特别爱说话，为什么来了北京以后话越来越少了呢？是不想说了，还是不想跟我和你妈说了呢？我能说什么？我要说我不想来北京，不想考音乐学院，我妈不得打死我？那你现在怎么又说了呢？以前听我妈的，是我还没想好我该做什么。现在我想好了，爸，我劝你跟我妈做好心理准备，这次我不会认输的。你真的想好了？我知道在你们眼里，只有你们的做法才是对的，只有你们的选择才是正确的。我听说北京有挺多好玩的地方，什么故宫、长城、水立方，你和你妈都去过吗？我妈忙着挣钱，我忙着上课，我们哪有时间去呀？那刚好啊，我也没去过。哎，这样吧，等你从韩国回来以后啊，带我和你妈好好的溜一圈，怎么样啊？爸，你说什么？从韩国回来？来，看看这个，儿子。爸，不管发生什么困难，有什么事情，就把他打电话。你永远都是爸爸的儿子。爸，你这样做，我妈知道吗？哎，你不是说爸爸做不了主吗？爸爸这回做主了。那个，等你走了以后啊，我再告诉你妈。谢谢你，爸。哎，我爱死你了，儿子。哎呦，哎，你出去以后啊，好好照顾自己啊，常给你妈打电话啊。好儿子。麻烦把这些衣服交给红中。我们这儿啊，乔家没那么艰苦，你用不着每次都带换洗的衣服过来。再说了，在里边他也见不着什么人，用不着天天换衣服。红中那个人比较爱面子，每天穿得干干净净的，他心情会好一点。麻烦你了。也真难为你们这帮家属了。麻烦你转告红中，就说公司那边一切都好，什么都没耽误。红淼那边，他也在很认真的读书，希望能够考一个好成绩给他哥哥看。行，好的，我们一定转告。谢谢。还有吗？麻烦你再跟他说，我们都挺想他的，啊，就说彤彤，等他回来。行，一定带到。好，拜拜。路
么收获的是你呢？哦，我暂时帮我的朋友看管物流公司，因为有很多业务不懂，所以得我自己盯着。哦，我知道了。那你稍等一下，我检查一下货齐了没有啊？好。活都没有问题，都齐了，都签收了，辛苦你了。哎，谢谢了，那我先走了。好的。小白鹿，你等一下。怎么了？会有问题是吗？